各位朋友，中国的年轻人，我常说都已经觉醒了，所以中国的公知呢，现在在中国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今天又传来一个好消息，中国复旦大学的一个经日派的大公知教授冯伟被全网封号了啊！这个司马南先生当年就批评过这个冯伟是个汉奸，今天呢报应到了啊！这个复旦大学的冯伟呢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历史的，就在高市早苗啊跳出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这个冯公知竟然跳出来劝这个中国人民说给日本找个台阶下去就得了，差不多了。此言一出，全网哗然呐！这个家伙当公知那是有历史的，司马南先生当年就如此评价过他。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大学叫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有个著名的教授叫冯伟，冯伟呢是复旦大学的一个明星教授，他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被称之为知日派，对日本非常了解。这些年在网上呢和这位教授有过一些切磋。这位教授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边的基本的观点有一些不太一样。当然因为人家研究的比较深嘛，知日派教授嘛，他利用大量的日本的材料来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所以得出的结论呢可能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如果这里面仅仅是一些学术层面的讨论，那第一是咱没这个资格跟人家讨论，第二呢，那这个东西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嘛。但是涉及到二战问题，涉及到历史问题，涉及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比方说日本天皇有罪没罪啊？二战要不要负责任呢？这件事情，那这事儿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你们书斋里边的学术自由问题了。日本天皇不得这么说，叫昭和天皇。司马南先生看人还是比较准的，但是呢看这个税务问题不太准，可惜了。冯伟呢一度呢还跳出来辟谣说你们误会我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伟，这是我的政见。网上有不少关于我的谣言、诬陷、诽谤，有的说我扬言南京大屠杀是误杀，也有说我遭到复旦大学的处罚，被调离教师岗位，甚至说我被开除教籍，被开除党籍等等。我在此特别声明，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诸如此类的言论，所有我的言论请以我的原声原话为准，我也从来没有遭到任何的处罚，我依然在学校指导着博士研究生。一切造谣诽谤者，请立即停止你的行为。如果说一意孤行，我将通过司法途径依法维权。中国网友说这是复旦大学的失职啊，怎么能让这么一个经日汉奸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来这个污染自己的学生，传播毒素呢？真的是复旦大学的失职。那么冯伟为什么要胡说八道的一个劲儿的替日本讲话呢？有的网友就挖出来了，原来这个家伙从事的是移民和赴日留学的生意。兄弟们，事情最近弄清楚了。冯伟最近跳出来给日本洗白，很多人以为他掌握了什么内部资料，结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压根儿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给自己的日本留学业务引流。你没听错，不是证据推动他发声，而是业务需要。先说句扎心的话，冯伟的专业水平真撑不起他自封的日本通3个字。讲本能寺之变，1582年硬说成了1580年。讲历史常常低级错误不断，被专业圈嘲得要命。正常人研究历史是为了求实，他倒好，
胡乱解读、粗暴洗白、颠倒黑白。南京大屠杀，他说那是日军分不清军民的误杀。918卢沟桥，他说起因很复杂，暗搓搓的替侵略者脱罪。你以为他真的是发现新史料了？别傻了，他的套路就是越逆天、越离谱、越能引起关注，只要能博人眼球，他就敢反着说，然后趁热推销自己的日本留学项目。一句话，洗白是手段，赚钱是真章。但为什么他最近跳得特别猛？因为高市早苗乱放狂言，袭击不断，中国发出旅游与留学的提醒，直接影响到他的业务了，生意砸了。于是他就急了，跳出来大喊大叫，装专家摆姿态，实际上就是给自己的钱包吆喝。更讽刺的是，冯伟自己还是抗日英雄的后代，他祖辈流血牺牲，他现在拿着祖先换来的和平，却替侵略者洗白，替亡国史官站台，还用历史当广告素材，这不只是荒唐，这是给祖宗丢脸。所以我想问一句，这种人有一句话能信吗？他不是在讲历史，他讲的是商业剧本。真正研究历史的人不会为侵略者漂白，更不会为了推销留学把民族伤痛当宣传脚本。你怎么看？这种颠倒黑白赚钱的人该不该揭穿？评论区聊聊。这个冯伟啊，又在前2天不顾中国政府的提醒，自己跑到了日本的一个寺庙里边，还在推销他的留学生意，说我认为现在日本该来能来，你得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听中国政府跟那瞎说，日本现在很安全，很适宜。朋友们，这孙子这就狂的没边儿了，这就是跟中国的这个政策对着干了，对吗，朋友们？所以说这家伙总算是作到头了。我是老吴，同志们，今天说大快人心的事儿。这个事儿我早已经在某博那边发帖了，因为打字永远都是要比发视频的速度快的。截止目前，复旦大学冯大教授在某音的7个账号均已封禁，必须给这个平台点一个大赞。这才是正能量社交平台的担当，有问题绝不手软，有问题肯定及时处理。我发的那个帖子评论区收到了很多网友同志们的表扬，对此我只能说实在愧不敢当。因为如果没有各位大 V 的持续曝光跟揭批，如果没有网友同志们的点赞转发支持，光靠我一个人是搞不定这件事儿的。还有那些一直在默默付出对其进行投诉举报的小伙伴们，感谢您各位付出的努力，但这件事儿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毕竟其他平台冯大教授还有号，那么咱们就继续并肩作战，为维护互联网清朗环境做出咱们自己应有的贡献。正所谓一将胜勇追穷寇，同志们走着！网友同志们，你们有什么观点和看法？评论区里告诉我。冯大教授这回应该是全完了。哎呦我去，宝子们，喜大普奔，喜大普奔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伟，那个今日历史系教授账号被永久封禁了。哎呦我去，大鹅怎么叫？大鹅怎么叫？该呀，他是真该呀！这个是平台今年干的最利索的一件事儿。我跟你讲，虽然封的晚点，但是终于到了。他这个人，咱们捋捋啊，咱们盘一盘他。他是历史系教授，专门研究本子问题的历史系教授。他研究了一辈子本子问题，最后把自己研究成一个精日分子。而且更讽刺、更可怕的是啥？你看那些言论啊，南京大屠杀遇难30万同胞，他居然给否认了，说是误杀。这就是俗眼望祖啊！就好比在自己祖宗坟头蹦迪呀，臭不要脸。然后他爷爷不是曾经抗日嘛，结果在他嘴里头是一个特别讽刺、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他把他爷说成是抗日分子，注意用分子这个词儿，贬义的，你说恶不恶心？然后他之前我不是出视频还说过他一个什么言论呢？他说中国人喜欢在葬礼上就是痛哭流涕表达思念。他说本子那边比较克制，在葬礼上是微笑沉默不打扰别人。然后最近他又干了嘛呢？国家不是3令5申不让去本子那儿吗？
危险，对不对？结果他去了之后还特意去大阪雨中打个伞，拍一个就是云淡风轻雨中悟道的那么一个视频，跟大家说年轻人们，你们不要害怕官方的提醒啊，你就大胆的来本着那儿，应该多交流，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而作为一个教授，活那么大岁数了，就跟政府对着干，该这回给你封了，该。我跟你讲，封你的号是你这辈子最深刻的爱国教育，你别回来了，你在他那雨中吧，你就永远也别回来了。哎，怎么会有这种人存在呢？就我不能理解，这是怎么教育培养出来，他怎么当上这个教授的？还好封了。这个事儿该问问上海复旦呐，上海是今日分子的大本营啊。冯伟这回全完了啊！他这个事儿影响太坏，全网都得给他封号，封的该上海复旦都应该追究责任，让这样的人站在中国的讲台上。上海复旦失职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